我叫周周，是一个短剧场的人。今晚是我加班的第3天，面前还剩47部待审剧本。鼠标滚到这一步的时候，我又看到了那3个字阴阳眼。别人看到这3个字，想到的可能是法术、灵异、爽文。我看到这3个字，想到的是小时候我看到的世界，和别人不一样。有些东西别人看不到，你看到鬼了吗？鬼长什么样啊？小时候不知道那是什么，只觉得害怕。周围的人都叫我小神婆，没人告诉我为什么，也没人告诉我该怎么办。直到15岁，我在一本医学期刊上翻到了一行字：光谱感知偏移，是锥细胞对特定波段的光过度敏感，会看到不存在的轮廓和光影。原来让我害怕了这么多年的东西，是有名字的，是有解释的。我知道看到那些东西是什么感觉。如果有人告诉我那不是鬼，只是光，心里会好受很多。只是我没想到，当我按下下架按钮的那一刻，系统故障，这部被我打回的剧本把我拽了进去。神婆，小神婆。欢迎进入阴阳打工日记。您当前的身份：苏婉，女主，能力阴阳眼，可看见执念体。当前时间：原著第1集，公交站事件发生前3小时。好，所以我在那部被我打回的剧本里。原著中奶奶的角色已激活，她将按照原著剧情，在你出门前教授护身符咒，请按照原著剧情行动，以确保世界稳定。在我的审核意见里，我建议把阴阳眼改成视觉异常，看来你们没改。请注意，在此世界中，执念体确实可以伤害到你。一个活生生的奶奶 NPC， 不是遗照，不是回忆，是可以跟我说话的。婉婉，醒了，昨晚又熬夜了吧？奶奶，你要教我画符对吗？你怎么知道奶奶要教你画符？我猜的。这是护身符，今晚你坐公交车回家的时候带着。最近那条线路不太平。不太平是什么意思？公交站那边有个女人，她在那里站了很久了，别的乘客看不到，但你能看到。如果我用了，我就承认了这个西泽系规则手段，符咒驱鬼是有效，我写的神圣篇就是错的。奶奶，我不带。为什么？因为那个女人，如果她真的在那里站了很久，她需要的不是一张符纸，她需要有人问她你在等什么。你和她说第1句话一模一样。和谁？路上小心。偏离度警告，检测到您未携带护身符咒，您的选择：未携带符咒，当前偏离度3%，阈值15%。所以这个世界的规则是，鬼确实存在，他能感觉到我在看他。好，规则明确就好办。我审核剧本的时候有个习惯，我不只看剧情，我还看人物档案。你在这个世界的底层代码里，标签是心愿未了，不是厉鬼，不是怨灵，是心愿未了。我现在没有权限查看你的心愿是什么，但我记下了你的档案编号。等我搞清楚这个世界的规则，我回来找你，不是用符咒，用我的方式。系统提示：第1关结果，灵体未被驱散，但亦未触发攻击。您的应对方式不在系统预测范围内。系统判定非正常通关，偏离度8%。附加备注：您的行为已被记录。被谁记录？
折了角的最后一页，是这个 NPC 在给我线索吗？第3任苏婉，他来过，他拒绝了符咒。奶奶说的上一个婉婉就是他。4个苏婉，2个选择了符咒，1个选择了离开，我是第4个。奶奶记得我们每个人。你就是新来的苏婉吧？你听说过吗？咱们这层楼的茶水间晚上有女人在哭，好几个加班的同事都听到了。有人去看过吗？没有，保安上去查过，什么都没发现。但那个哭声确实有，总是在晚上10点以后。大家都说咱们这栋楼以前是医院的太平坟。原著剧情第2幕茶水间女鬼事件是用符咒驱散，太平间改建老套路了。我知道了，谢谢提醒。太平间在地下2层，哭声在18楼，就算真有灵异现象，也不该出现在这个位置。检测到您正在查找与灵异事件相关的科学解释，系统判定偏离原著剧情，偏离度10%。才10%，你对我的容忍度还挺高的。共振就这么简单。第2关结果：灵异事件破解方式，科学解释，系统判定有效偏离度12%。提示：您已接近强制修正阈值，请谨慎选择后续行动。是所有东西都能用螺丝骚和维修申请解决。这个世界的诡异正在从可解释的现象变成可沟通的存在。警告，请尽快回归原著剧情。强制修正倒计时，8小时偏离度12%。Z 走之前也到了这一步，他没画符，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他没写。奶奶，吃面别忘了加个鸡蛋。您报修的那出风口我们去看了，那个出风口3年前就封死了，里面什么都没有。您确定您听到了声音？所以昨晚不是共振，风道里什么都没有，但声音还在。吴氏苏绣针法以歌谣相传，徒弟皆不识文字针法，靠口口相授。作坊主将针法编成歌谣，徒弟边唱边绣针法遂传。战乱后，作坊关闭，吴氏病故，此针法至今未有传人，被认为已彻底失传。他不识字，针法全靠一首歌传下来。他死后，再也没有人会唱了。茶水间不是哭声，是那首歌。昨天你哼的那首歌，我听了好几遍，有几个音不太确定，你再唱一遍。翻涛藏恨无断点，蓝针纵横秒光阴长短。翻草恨无断，蓝针纵横秒光阴长短。蓝针纵横光阴长短，错落木眉眼。一段简单的旋律，几个音符，反复循环。警告，偏离度极度接近强制修正阈值，
第2关隐藏任务，即将失传的口诀，完成度100%系统判定，超出原著剧情，偏离度13%。你叫什么名字我不确定，但你的歌我记住了。苏秀的口诀不会再失传了。绣娘引，这首歌叫《绣娘引》。陈令仪的外婆是那家苏绣作坊的最后一个徒弟。陈令仪小时候跟她学过这首歌，后来外婆去世，她以为自己忘了。写书的时候，这段记忆忽然回来了。他把这首歌藏在一个关于茶水间的故事里，系统改编的时候删了，替换成女鬼哭声。我不是 NPC， 我是陈令仪写进代码里的最后一个角色。他把记忆存在了我这个角色里，系统改了他的书，改不了他的记忆。公交站那个女人学的是地方戏黎廷艳，全本失传了，只剩这几句残谱。她等妹妹是为了把谱子传过去，妹妹没来得及学，她就病死了。你在公交站遇到她的时候，她已经等了几10年。这些东西，苏绣的口诀，地方戏的残谱，没人在唱的歌谣，都是陈令仪一辈子收集的。她藏在了一部小说里，系统把它们全当成了灵异素材。你以为你在审核一部违规剧本，但你其实站在一座被代码埋掉的纪念馆里。那您的心愿是什么？这个出风口3年前就封死了，里面什么都没有，哪来的声音？断点蓝橙纵横光阴长短错落木眉眼。我的心愿是有人能替他做完没做完的事儿，把这些东西传下去，把它们从灵异素材改回本来的样子，不是鬼故事，是有人能记得它们。苏婉，我叫沈渡，我师父让我在这栋楼里等一个人，他说那个人不在他的卦象里是变量。你昨晚查了钟楼的建筑档案，你还录了茶水间的声音，我觉得你就是那个人。沈渡的年轻人，他师父让他等一个人等了很久。你师父还说了什么？我在这栋楼上班之后，一直觉得不对劲。B2层的面积和1层对不上，我用从师父那里学的建筑看貌知识，对比了之前的施工图，找到了这个被隐藏的空间。他还说那个人不会用符咒。今晚 B2层，我知道密码是谁的名字。陈令仪。徽浆颜色不一样，后来气的。女士优先。你怕里面有东西？我怕里面没东西，白学了这么多年。如果有人看到这本书，请你帮我做一件事，不要怕他们，他们不是鬼，他们只是有话说，有歌要唱。他用罗盘带他找到了3个有非遗传承的村子。老周是我太师傅，我爷爷也是这么说的。罗盘不用来驱鬼，用来看地形。后来没人信了。罗盘不用来驱鬼了，用来帮人找到被隐藏的东西。还不够，还有一首歌没听完。哪一首？公交站那首《黎廷艳》。自己走之前也到了这一步，他没画符，但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他没写。你等的那出戏《黎廷艳》，我只学了几句，可能不太准。正义恨人平战，神图过盘。触碰摊开素千叠。上。
止宫，这个音要拉长一点。你记住，这出戏全本没人会了，就剩这几句，你得学会了，以后传给想学的人。翻涛藏痕无断点，蓝针纵横妙光阴长短错落木眉眼。强制修正以取消原因，检测到核心规则修改，原灵异驱散系统已被修改为文化记忆保存系统。修改申请人审核员周周。本世界已永久保存以下非遗记录：绣娘引针法口诀、黎庭宴残谱，共计127项。我要走了。陈令仪的外婆把绣娘引交给他的时候说，我把歌交给你，你把它传给下一个愿意听的人。我等了一辈子，想找一个人把这首歌传下去，我等到了。周周世间没有鬼，只有放不下的心意。你继续往前走，把每一个声音都记住，把每一首歌都传下去，就是对他最好的告别。知道了。还热的。搞定了，黎庭宴残谱编号001。强制修正呢？取消了，系统规则被改写了。B2层那台电脑里还有多少东西没看完？127项，我刚完成第1项。奶奶离开了。你一个人弄不完这些，明天开始我帮你。罗盘能找到被隐藏的东西，太师傅帮陈令仪找到了那些村子，我帮你找到剩下。明早8点，B2层。带2杯咖啡。你好，周周，我知道你是谁，你是审核我的人。我知道你觉得我的故事是封建迷信，但我在这个世界活了很久，我帮过很多人，用我的方式。如果你修改了规则，我做过的一切都会消失。你知道茶水间的那个女人是谁吗？她不是女鬼，她是一个绣娘。她不识字针法，靠口口相传。你用符咒驱散的不是鬼，是一段失传的苏绣口诀。公交站那个女人，你用符咒把她赶走了，但她的心愿不是害人。她等了几十年，想把黎庭宴的残谱传给妹妹。你驱散她的时候，妹妹还没听到。所以他们是来传承记忆的，不是来害人的。从来没有人告诉过我。现在有人告诉你了。那你能带我去见他们吗？谢谢。原址、定向、排水、碧华坡，这些不是迷信，是传统记忆。我把它们编成了一本书，放在陈令仪纪念馆里。罗盘不用来驱鬼了，用来帮人找到被隐藏的东西，就像帮你找到B2层一样。我不信风水，现在他找到了风水在他心里的位置，不是驱鬼，不是算命，是帮人。这个还有点用。审核意见已提交。记忆类型：传统刊注。那本书的最后一页，我又折了个角，有空回来看看。奶奶。第一次看到不靠法术的灵异剧，那个绣娘的故事看哭了。我奶奶也会唱类似的歌，以前觉得土，现在想学了。烛光摊开素笺点，阡陌
墨千古山水啊。烟气苍丝细细撇分之后，似三十六缕染。青石暗头染浅色深浅层次慢慢见。世间文之细钢针一横平整铺云淡。深桃叠色绒花瓣，翻涛藏痕无断点。乱尘纵横妙光阴长短错落木眉眼。昆针婉转绕花只是毛轻拂却依然八字心法即行渐平且细密和顺光缱绻千针不慌万线不乱风曾经珍藏进江南就不想穿雪